嗨，今天想和大家聊，有些人不是比你优秀，而是你把对方想得太完整。当你开始想要在某个圈子里找位置的时候，你其实已经失去位置了。欢迎收看这周的 Lucky Roll。和那些你觉得比你厉害的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不用感到压力，因为有时候对方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和你以为的那样，我们想要进去的那个圈子也不一定适合我们。你有没有过和那种就是感觉比自己还要优秀的人相处的时候，你会感到压力还有紧张的经验？比如说，可能对方的资产或者他的资历啊、他的背景啊、他的谈吐啊，就是可能你觉得比你自己还要优秀，就是你会不自觉的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你就会默默的想要调整自己的就是言行举止啊，然后可能你会想要迎合他，或者是你想要努力的接话题啊，甚至有些人会开始出现装懂，就想要包装一下自己，就是让自己不要看起来就是好像跟他差得很远，或者是说不是这个圈子内的人。其实这个很常见，也可以理解，就是人生难免就是会有那种惊慌失措跟就是碍于面子的时候，我们就不想要犯错或是出糗嘛，也不想要彰显自己就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听到这里，我不知道你们的脑海里面有没有浮现过说你的曾经的哪一个画面，或者是哪一个时刻，你觉得那个人就是你想起来很尴尬，你觉得你已经不是你自己的那种状态。据我观察，从产生压力这件事情来看，是来自于三件事情，就是我们会无形的比较，然后在意别人的眼光，还有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三件事情光用听的就已经很有压力了。对，我曾经因为怕融入不了某一个圈子和怕接不住某一个人的话题，而避免和那个人见面。这应该是我的一个秘密吧，就是我没有跟别人讲过这件事情，但我有这样子过。对，我后来回头去看，其实我当时真正的想要避免的不是那个圈子或是那个人，我想要避免的是焦虑。因为从我得知就是我要跟这个人见面，我要跟这个人相处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说，哎，我们见面要聊什么？然后我要说什么？就是我会蹦出很多的情况剧，然后我会预演一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预演一些对话。就我那时候想要呈现的是我更好的那一面。就所以我会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把一切变得更好、更可控。我为什么要预演对话？我为什么要预想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我就是希望说，哦，一切可以在我的掌控之内，就是我可以先想好，就是不要当时就是惊慌失措，整个就傻住这样。我不想要让对方失望。就即便对方我根本不知道人家的标准是什么，然后人家是怎么想，但就是我已经脑袋就是全部都给他闪过一次了。我后来才意识到说，我其实更像是在应付我脑海里面的那个评分系统，而不是在真正的认识对方。然后那句话，我就有一句话一直会浮现在我脑袋里，就是我本来就不是那个圈子的人。就这句话，它就是会一直冒出来，然后它冒出来的时候，我就会有压力。我就现在想起来，其实挺妙的，因为我现在不会这样，所以当我回想这些过去我就是发生在我就是生命里的痕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蛮有趣的。这样，我觉得我会转变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念了心理学，跟学习智商的过程，跟学智商的那个视角。因为再到后来，我的社会观察跟我社会经验，我觉得有差，因为我就会开始就接触到更多人，然后看一样的情况在别人身上就是发生的时候是怎么样嘛。我发现很多人有时候在对抗和让人会感觉到压力的，不是圈子的门槛跟圈子高不高，而是我们的思想框架。像我以前还在念高中的时候，就是念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单纯的就很直白的觉得说，经济能力好的人应该等同于他们的生活水准也很高，比如说他们的居住环境啊，或者是他们花钱的方式，我就会觉得自己不太好跟这些人搭上线，因为可能我自己本身就是在跟他们谈，我就会有压力。但我现在就不会用这种就是很单一或是很直接的方式去认识或去思考一段关系，因为我觉得人他是很立体的，他是有很多面向的。就是比如说他的经济能力好，可能是代表说他对于他的工作负责，或者是他的能力很好，或是他有家里支持。但其实这不代表说他就没有心理问题，他没有家庭问题，甚至他没有道德问题。我觉得这有点受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是心理的一些背景的，就是学习智商之后的一些想法。就其实越有经济能力的人，不代表这个人类越完美。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简单，但是却好像有时候大家都会默默的就会好像把它画上一个等号。
所以我觉得人不需要拿他人跟自己比，然后把自己压扁。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就像我前几集也在提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大多数的人还是会对一些事情会过度崇拜，对一些人会过度崇拜。就我们其实只是崇尚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但可能那个人他在过你以为的那种生活，但是那个人他不一定真的在过那种生活，或者是那个人不一定是你以为的那种人。这就是我在说的，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对抗的不是现实，而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框架，我们的就是预想这样。以上这也包含什么？就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对于明星或是对于一些偶像，我们的那种以为跟我们的那一种替他们的塑造的那种形象，就网络，因为现在网络就是很发达，大家都会交流，而且就是明星啊什么的，就是在网络上面看起来就会闪闪发亮。网络很容易造神，但其实不管他今天是谁，他也是人，他也会有他的缺点，他会有他的弱点跟他脆弱的地方。就像我之前有提到的，那些呈现的都只是网络上都只是冰山一角，不需要过多幻想，或是拿这些人来衡量自己。分享一段，就是我想要在一个圈子里，就是看起来泰然自若，然后不要胡思乱想，就是我的思维是什么，就我会想着说，不要去别人的世界找自己的位置。其实这个是来自一段我看过的文字，它的完整内容是要首先拥有自己的世界，这样才可以和别人互相分享各自的世界，而不是去别人的世界找自己的位置。我超喜欢这一句话的。我们更多的会就是直觉的想要在某一个圈子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因为我们会把圈子当成是一种认证的系统。当我们没有找到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自己不是里面的那个人，我们就觉得自己是局外人。当我们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是局外人的时候，就会让人慌。就是我们会直接把它连接成说，没有这个圈子里没有我的位置，就代表我没有价值，或者是我跟大家是不合的。但其实圈子它不是让人被安置的地方，它是让人被看见的地方。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要首先知道你自己是谁。因为我觉得世界它不是做位置，就是你有时而你就是有位置，时而你就没位置，这就是一种常态啊。因为没有人会适合每一个圈子，然后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圈子，你不可能，比如说这个位置你可以，那个位置你可以，每一个位置你都可以。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这种人。我觉得我们要去想的不是去找位置，而是去创造自己的世界。不懂的东西就承认不懂，然后不是你的圈子，你就坦然的承认这不是你的圈子。然后去分享你自己的世界。我觉得和人分享自己的世界、自己的圈子，从就是彼此的交流中，双方可能会再创造出一个新的圈子，或者是说我们会变成彼此世界里面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的那种物以类聚，就是慢慢的会形成一种物以类聚。从相互的分享中，每一个人的样貌都是很有魅力的。我觉得，因为我们分享的东西既立体，然后我们的心也是开放的。就是我们换一个方向去试想哦，就是当我们今天试图是想要找位置，就是你一直想要找出你自己的存在的时候，可以存在的地方的时候，而不是去以分享的心态的时候，你就会变得很小心翼翼，然后你就会觉得因为不想要犯错，然后你不想要尴尬，你就是想要找一个腾出一个空间给你自己，但是那种卑微和不安，就是很直白，真的就是小心翼翼，反而会抹杀你的魅力跟你这个人的存在感。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当你有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你不需要被安置，就算你只有自己一个人，就是你也会很平静，然后很自在。我们越想要透过圈子和关系证明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找出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离自己越来越远，因为我们的价值的判定都会来自于外界，我们都外包给外界去决定，但是只能用别人的标准跟别人的眼光和圈子去证明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很累，因为就像有时候我刚前面提到，你有时候会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对，那时候就会很挫败。我觉得自己适合什么，喜欢什么，通常不是自己决定，然后自己最清楚嘛，就不会有圈子替你决定啊。我觉得社交人际互动困难，不是因为不会聊天，因为其实大家，我相信有一些人应该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自己不是那么容易，就是跟人家就是产生连结，或者是社交很困难。但我觉得那真的不是因为不会聊天，我觉得更多是来自于可能是你内在没有东西，你不认识你自己，然后你不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你不知道你自己讨厌什么，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哪里特别。其实这些东西它都会去影响你的表达，跟你在选东西的时候你的状态。
很直白的一个情况就是没有东西，怎么和人交流，怎么和人交换？你要怎么让对方知道你是谁？根据这个，我们还能延伸到一个想法。我之前听过身边有人在抱怨说，就是他自己的身边的人，比如说他的同事啊、他的朋友，甚至是他的另一半，就是说他不喜欢和自己就是现在生活里面的那些人打交道，因为这些人让他感觉不到自己在成长，或是有可能他会觉得自己退步了。我当时听到那些想法的时候，我其实就有慢慢的去思考说，诶，为什么有些人会遇到这种困境跟这种感受，然后有些人不会？我后来发现说，当你觉得身边的人都让你觉得退步，然后有时候不是你遇错人，是你还不知道你自己在找什么，然后你没有办法去掌握跟去了解说，哎，你自己平常都是拿什么东西跟别人交流？因为你在交流的东西，有时候就是你会换来的东西，然后你重视什么，身边才会都是产生出这些让你不满意的模样。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我觉得也是可能是人无法去检讨自己的一个盲区。我们越注意外在的影响，我们就越少有时间去检讨我们自己，反思我们自己。当然，应该也会有人想说，即便有自己的世界又如何？就是现实那么残酷，就是现实就是现实，他们在意的还是权势。我觉得在意权势这件事情，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可能你要达成某种目的，会还比较容易，比较简单。但其实人的相知跟关系的经营、感情，它并没有办法有权势支撑。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大家应该都是非常可以去体会的，就是真正能留下人的会是理解和频率，尤其是当你在经营一段感情关系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也好，大家都会有一种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对方你的对象没有那么的愿意去理解你，甚至他可能不愿意花时间看见你，就是其实真的很珍贵和能留下人的是愿意看见彼此世界的那个能力跟那个心思。如果你今天想要靠近和接近的人是一个眼里只能看见权势，然后也不愿意理解你，然后好奇你世界的人，我们要考虑换一个人，因为有可能是双方不对平嘛。但或许有一种可能是这个人他并不值得你把他放在心上，我们要接受自己看错人。我觉得有时候看错人也是人生的一种常态跟一部分，就是它也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状态。我们都会有看对，会有看错的时候嘛。我觉得，与其把心思倾注在不对平的人身上，不如把心思和时间花在一个愿意了解你和愿意珍惜你的人身上。我一直记得一句话：珍惜你的人，就是你要珍惜的人。这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是在书里还是在一个网络上面看到的。看到之后，我就一直记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是我时而就都会想起这段话。如果你曾经为自己的价值感迷失过，或是曾经因为进不了某个圈子而怀疑，然后就是感觉到自己没有价值的时候，我想要和你说，你不是没有自己的位，你不是没有位置，是你只是还在建立你自己的世界。当你有自己的世界的时候，你不需要进入谁的圈子，你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就是你会有你自己的内在世界。为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花时间投入，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和爱自己的人过日子，这些也都是我一直在做和一直在练习的事情。就是你要把注意力放到这些事情身上嘛，这真的需要练习。不可否认，就是现在的时代跟社群媒体，我们的注意力会一直集中，就是在我们可能以为我们想要和我们觉得我们适合的，但是有时候，与其去投注在一些就是社群上的东西，或者是还没有发生的东西，倒不如把关注点放在你身边触手可及和你能去花心思的事情。就我觉得创造自己的价值支点，就是不要让外界去影响和决定你说你喜欢什么，或者是你到底适合哪个圈子，因为这种东西是你自己在决定的，而不是你进去了那个圈子才能代表你这个人的价值跟特点在哪。好啦，今天就这样啦，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和你们分享的，就是我最近脑袋里面感兴趣的一个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然后先前有留言和私讯，就是敲碗，就是我的 podcast 平台，因为可能 YouTube 大家不是那么的方便使用，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目前 Loki Road 已经上线到各 podcast 平台，对，就是每次我都会同步的更新在
各个平台上，就是如果你不方便收听在 YouTube，你也可以开 Podcast 的平台来听，就是会更方便。然后不知不觉就是我已经拍到第13集了。想要和你们说，就是谢谢，就是每一则影片下方的鼓励跟留言支持，对，就是而且有时候还会收到一些很长的长反馈，就是很谢谢大家跟我分享你们的故事，就是我从你们的文字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你们就是经历的。你们情感的沉淀，跟你们就你们的那些经历精华的浓缩，就是这真的是我觉得在社群上一个很可贵、就是很珍贵的东西。因为你知道现在的人就是网络上面你要得到这么多真心跟真诚的留言，我真的觉得是一件很鲜少的事情，就是我很喜欢这样的互动。对，好，谢谢你们的陪伴，你们让我觉得很温暖。每一次就是自己发出来的东西，可以就是让别人有感，真的是一个很感动的事情。对，好啦，那就是希望未来一周大家都好，然后谢谢你的收听，希望你们就是身体健康，快快乐乐，我们下次见啦，拜拜。